我舅舅为了设计这个高雄佛教堂，他自己找了好多那个日本的佛教书，所以他自己看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佛法这么好啊，一点都不迷信。我舅舅因为这样的关系改信了佛教。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感谢台南市谢觉安居士赞助本节目。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知名的南台湾建筑师陈仁和。陈仁和居士呢，他是1922年出生在澎湖吉贝岛，然后1989年过世。那他在雄中毕业后留学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他是台湾战后的第一代重要的台湾籍建筑师。那建筑的作品大多都集中在高雄屏东，知名的建筑作品呢有高雄佛教堂，还有三信家商的波浪大楼。那他在1967年获得第一届建筑金鼎奖，也获得过还是入围过2次10大优秀杰出建筑师。那到现今呢，依然是有陈仁和建筑师的建筑作品展览。那他是台湾早期少数留日的建筑师之一，那他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我在查这位陈仁和居士的资料的时候，他是以建筑师的身份就是非常出名，然后也是在台湾的建筑史上有留下浓厚的一笔历史。这样，这位陈仁和建筑师是那个林老师的舅舅嘛？对，大舅舅。好，那我们先请老师来聊聊说，就是陈仁和居士是老师的舅舅嘛？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见到舅舅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建筑师了吗？还是？OK， 我小时候是生长在屏东的。屏东，所以不是澎湖。在屏东。我妈才生长在澎湖的吉贝。我舅舅从日本回来，他是先在台北，是后来才搬回高雄，在我们现在高雄佛教堂那个林雅区那附近的。所以我真正的对舅舅比较有印象，都是在大概上小学以后。也蛮大的。对。那我舅舅呢，这个他念雄中，那么雄中呢，大概现在有些人认为说念雄中有什么了不起？在日本时代，台湾人一年不会超过10个。你上了雄中，那就是从那个高雄到鹅銮鼻，所有的富家的女生都要嫁给你了。这么出名是不是？对，没有错。那个时候还是日治时代齁。对，还是读公学校。我舅舅1922年，我1944，所以他整整比我大了22岁。是。那刚刚讲过了，我舅舅呢，他是台湾的10大优秀建筑师。那么呢，他在那个时代，他是重要的佛教的知识青年。因为这个佛教呢，在那个时候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暮气沉沉的，对不对？就是呢，一点活力都没有，而且乱拜一通那么这种就叫迷信。所以在一般的知识分子呢，都不喜欢信佛教。信佛教就表示你落伍了，很无知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你要信基督教呢，才算是开明了，才是文明人了。了解。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种社会的氛围了，所以我写的佛教精神与特色也是有一样的被这种氛围所压抑着，所以急着想说呢，让社会大众能够早一点认识真正佛教的本来面目了，可以这样讲了。我舅舅呢，他念雄中的时候了，成绩很好，他2个科目非常好，一个就是美术，另外一个是数学。对，那个我在查资料的时候，他们陈仁和居士的传记也是都说他的数学很好。对，他数学好。我爸爸是土木工程师，他后来要跨领域，就是我舅舅鼓励我爸爸也考参加那个建筑特考，就是我舅舅来给我爸补习的力学。我爸是建桥梁的，那我舅舅他们是要建房子的，所以我舅舅呢来给我爸爸呢补习。我爸爸就很称赞说，我这个小舅子啊，他称为讲数学好，真的所以我爸呢，他呢就考上了那很多的工作都是我舅舅，因为他生意好，就是呢
由我爸爸呢来帮他来画图来干嘛？那时候没有电脑，都是人工来画的。所以人工画的这些图啊，现在都变成成功大学，还有台湾很多那个大学里面的，变成一种活教材了。对学生们来说，当时我们台湾的前一代的建筑师们是怎么样用心，对不对？怎么样下苦心呢？再来画这个制图。对，我看那个台湾博物馆好像有展览陈仁和。对，在台湾博物馆就是馆前路，再继续走就有2只水牛那个地方，那个博物馆。旁边就是228纪念公园了，是那里面后面有一个展示间，就展示很多台湾杰出的建筑师他们的建筑的模型。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参观，这样子。好，那么刚刚呢，讲到说我舅舅他数学好，那么呢，这个画图也好。本来我舅舅也是要念医学的，因为那时候日本人希望台湾人多念医学。为什么？医学比较不会胡思乱想，比较会听话。是这样。会听话，他不喜欢去念文的，念政治的、经济他不喜欢。判断的。所以呢，日本的这个雄中的导师啊，在我舅舅快要毕业的那个时候，来到屏东来找我外祖父。我外祖父呢，他是屏东现在有名的大和旅社的老板呢。现在屏东火车站有没有走过来，在右手边？第一个红绿灯的右手边那个三角窗的地方，就是现在被一个有钱的有心人把它呢买下来，然后变成了永远的古迹了。给我们展示。我妈在那边呢读书的，我舅舅也是我妈在那边结婚的，现在还保留着。是我舅舅要念医学，那么他导师来找我阿公，他说呢，台湾的医生那么多了，不缺你这个儿子了。你儿子呢数学好，而且他图画的那样的精致，比那个照相呢照的还要逼真，还要整齐。他说你这个孩子呢适合建筑。他说现在你看呢台湾呢也没有什么房子。那时候高雄市呢在我毕业才5层楼最高嘛，屏东最高就3层楼。所以呢他劝我阿公，我阿公听了呢觉得有道理，所以就让我呢舅舅去念早稻田。早稻田是日本里面建筑最有名的了，他去念早稻田。因为这样的关系，台湾少掉一个庸医啊，普通的没有什么杰出的医生，可是为台湾诞生了一位杰出的，影响台湾以后会几百年的建筑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大师，就是陈仁和，我的大舅舅。老师，那我们题外话想聊一下，因为我在看陈仁和建筑师的传记的时候，因为网上很多嘛，然后他就说，就是老师你的外公是澎湖的什么地方精英，他在因为吉贝岛里面大家都不认识字。我阿公呢，他就学汉文，他汉文很好，所以我小时候常听我阿公用台湾话讲那个《水浒传》，讲《三国演义》，这影响我很深。而且我大舅舅、二舅舅还有我妈三个人，我阿公还从那个马公请一个汉学的老师来教我妈妈还有我舅舅，从小就教识字这样。对，这又影响到我以后在电视台讲经用台湾话台语，在德化堂，对不对？讲到说呢，我们在上一集，对不对？说王祖荣居士他们到屏东来。那么呢，邀请我去讲经，也是用台湾话讲经，这也受到我外祖父我妈还有我姐姐，我一直到今天念佛经还是用闽南话。如是我闻你是佛在下为国，基础及高度愿意大悲修正，1250人故，该时代阿罗汉众所知识，全部都是闽南话的这是以前从小学的时候受到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能够朗朗上口。所以教育很重要，我常发现了。老师跟陈仁和建筑师，就老师你的舅舅在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我妈呢常跟我讲，我舅舅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在日本学会了这个设计，对不对？建筑这学问，还呢带回来了打麻将的第一把好功夫。是打日本麻将？对，所以呢，这个在台北开业的时候，就有很多他的好朋友基于事业上的往来在打麻将。那么呢，
我阿公是最讨厌赌博的人。我阿公呢是打扑克牌都不行，是我妈。我小时候在家里也不能玩扑克牌，象棋更不用说了，有杀伐之气也不行。象棋没有赌博也不行。对，其实那些麻将啊、棋都没有罪过，对，是人的心把它搞坏了。人心恶劣，不是那个牌，那牌是死的，那有什么罪过呢？赌钱就那个，我阿公常常他到台北去看我舅舅，就会带着鱼竿呐，还有鸡蛋呐。那时候鸡蛋是奢侈品呐，去看。我念政大的时候，我阿公也有到木栅指南山下的政大来找我所以我阿公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呐，可以这样讲。他去看我大舅舅的时候，我大舅正在搓麻将。我阿公呢，他不动声色，他是大为惊讶，但是很痛心，在上面说话。他只有跟我大舅讲说，仁和我呢，等一下要到基隆去找朋友，就不再回来了就这样子。讲完了以后，阿公就走出大门了。我大舅一听到这样的时候，赶快跟他们3个那个牌友就说：“你们先等我一下。”他呢光着脚就冲出去了。在那个还快到那路口路边的时候，他就追上他的爸爸，这是我阿公了。双膝落了地，就说：“我都上国边那塞。”这日本话就是爸爸对不起了。他在那个地方跟我阿公的就发了一个誓，从今以后不会再摸麻将了。我舅舅一生里面都是这样子的。我常想，要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的毅力决心呢？孝子，对不对？而且有很果敢的人才能够真正去做到。当然孝心还不够了，人家搭子来邀的时候，你心又动了，对不对？我舅舅能够从他20几岁答应我阿公，一直到他走这前后40多年，没有再摸麻将。我为什么知道？因为后来我12岁的时候跟我舅舅住隔壁，就住在隔壁。我们家除了我喜欢年轻的时候搓了几年麻将，我后来也是痛下决心，我妈天天在那边哭着，我才发现说这个麻将不能在我们家萌芽，因为我妈的家庭呢就是痛恨赌博的，对赌博呢非常的不喜欢。我们现在回首来看，当然知道说陈仁和建筑师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嘛。那老师说陈仁和居士一开始是信基督教的吗？ OK， 我舅舅本来是什么信仰都没有的，因为他娶了我舅妈。我舅妈就是在高雄有名的邱外科那个邱文庆的妹妹。邱文庆是日本东京帝大医科的，是我舅舅雄中的同班同学，后来把自己的妹妹就是嫁给我舅舅了。那么因为我舅妈他们那边他的阿公呢是牧师，所以我舅妈他们就信基督教，所以我舅舅呢自然而然的他就信了基督教了。那么因为他们在林雅区，我刚讲高雄佛教堂现在不是要建那个30楼吗？对不对？那么那个高雄佛教堂那时候林雅区有一群有心的居士们，他们目睹了佛教的衰退，破败，佛教的落伍，迷信。可是他们这些都是有识之士，他们自己看佛经，听经闻法，晓得说佛教很好啊，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所以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就是要建一个教堂来好好的来弘法利生。所以他们就集一些钱那时候地比较便宜了，那么呢就是买一块地来建了一个教堂。那么呢就走到在他们内区里面营业的我舅舅在林雅区了。那看到说那时候建筑师很少，台湾就几十个，所以呢就登门去拜访我舅舅。我舅舅就答应下来了。我舅舅为了要设计这个高雄佛教堂，他自己找了好多那个日本的佛教书，几百册啊，对，到最后都还留着因为他汉文看得懂了，但是日文对他来说更亲切了，刚留学回来嘛，所以他自己看了以后，他发现这个佛法这么好啊，所以就会跟我提，他自己设计了完了以后，我12岁，我们搬来高雄，那么呢就跟我舅舅做邻居，那么呢
我舅舅因为这样的关系改信了佛教了。哦，是因为了盖高雄佛教堂？对，不止这样，我舅妈也信佛教了。哦，是哦，一起。对对，因为了解了佛典以后，觉得哎呀，佛教这么好，一点都不迷信，也不拜偶像。佛教讲那个破相，有没有啊？就是你不要执着，像他怎么会去拜偶像呢？是不是？所以呢，因为这样关系，我舅舅对于佛法他有非常明确、很精准的认识。那么跟这些当时呢出钱出力来盖佛教堂的人，就结成了非常好的朋友。那么当时他们就请来，比如说星云法师啊、月基法师来当住持啦。那么呢，那个时候他们的主张是这样：佛教堂的产权不属于住持的，是属于教团的，我们这个教会的。而这出家的师父是我们聘请你来演讲的，就是很像基督教那样子。我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赞成这样的制度，就是在家人他有一个组织的一个教团，请师父们来当导师，对不对？来供养你请师父来度化众生，弘法度生。但是师父们不能处理掉我们这个教产，你随便把它卖掉了，或是把它这不行。我认为这个理念很好，所以我后来因为我舅舅的关系，我就参加了。刚刚我们在前一集有讲到，就是参加这个佛教堂的青年会。我还参加过，高中的时候参加他们的辩论会，我冠军了。参加他们演讲比赛，我也冠军。参加佛教堂举办的那个作文比赛，我也冠军。不过人家都讲了，陈仁和是你舅舅，谁敢不让你冠军呢？这真的，那当时我也觉得很不服气啊。我那个时候我念雄中能够参加青年会，能够信佛教，在那个时候也蛮让很多人跌破眼镜的。我讲过了，因为佛教一般人都觉得他迷信的。因为我妈也知识分子，我在日本时代也是小学老师了啊。在日本时代，他也算是知识分子，而且他汉文很好，他能够教人家念汉文。所以呢，我在舅舅他的指导下参加那个青年会，一直到呢我长大，这一点呢非常感谢呢，是我舅舅给我呢在佛法上有很好的启迪。那接着还再谈一下，就是说呢，我爸走了，我高一的时候死了。那时候我就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要替我爸呢争一口气。不是说我的争一口气是怎么样，我爸是孤儿啊，7岁我阿公就死了，8岁我阿嬷死了，他完全都在半挨饿状态下，可以说是投靠他的哥哥三哥，在台中当水利会的处长。可是他自己有9个小孩啊，微薄的薪水，所以我爸在那边呢常常呢吃不饱。他常讲呢，他瘦瘦的跟我一样，他就说因为呢营养不良。我爸自己凭着自己的努力到日本留学，然后呢再回来。我不是讲呢，他具有2个工程师学位吗？对不对？他后来又考取了建筑特考。所以呢，我认为说这样子奋发努力的有为青年，我爸自己也讲很不甘心死掉。所以我认为老公太不公平了，对我爸爸。老天，我要跟那个老天，不是老公，要跟老天的争，怎么样说呢？你对我爸爸这样太不公平，我是怎么样来抗争的？刚我爸距离我在雄中的那个，他6月5号走的，就差1个多礼拜，我们就期末考、期考了，我全部写名字的交卷了。当然了，最后后果就我留级了，抗争不成了，被打回票了，就这样子的。那时候我就不爱念书了，所以我舅舅那时候跟我妈商量，结果把我送去，我留级呢，还是念高一嘛，没有送到屏东的东山寺。我们在讲那个圆融法师的时候有提到，对，我这边听经呢1年，我舅舅、我舅妈还有我妈妈来，每天晚上他们坐火车来陪我听经，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又回高雄，没有一天缺席的。这么，我那个以前的视频也讲过，我跟那个维利法师
现在那个大金瀑布那附近的那个不动寺，那不动寺的维利法师跟他太太以前那时候还没有出家，也去听，所以我常讲说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啊。在那1年里面，我又受到佛教的一些熏陶，这是对我将来呢，认为呢，自诩为说我是佛的弟子，我应该要为佛教尽一点力。这个呢，我认为说关系很大，而能够真正做到帮助我呢达成这个愿望，种下这个菩提种子的，就是我舅舅。我舅舅就是呢，他跟圆融法师也很熟，所以呢，我妈这边呢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讲，那是送我呢一起到东山寺去听经。这一点我非常感谢我舅舅。我舅舅呢在那个时代啊是非常杰出的佛教青年。因为那时候他就30出头，那么呢，佛教是很少这样的人，都是阿婆阿公比较多，老人家比较多。而这种高级的知识分子留日的也非常的少，所以我舅舅不但设计了高雄佛教堂，他也参与了高雄佛教堂的运作，前后呢20年。所以陈瑞和建筑师有深入佛教，然后在高雄佛教堂算服务吗？是，对，他还出任当他们的董事。对，出钱出力。对，所以他跟星云法师也非常熟。对啊，星云法师是他跟我舅舅同岁。对，我们都是皈依星云法师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当星云法师当那个佛教堂的住持，我们全家人从我阿祖、阿嬷、阿公，我妈妈，还有我妹妹都是皈依星云法师。了解。那么关于这个高雄佛教堂啊，我表弟有在以前啊，他们还没有决定说要建以前，我表弟就是陈仁和建筑师，我舅舅的儿子，大儿子，他是台湾的，就是那个力学的。我们现在晓得，你建房子要两个人呢盖章，一个是建筑师，一个就是那个力学的，结构那个叫做结构工程师啊，要他们2个一起盖章，你才能够盖。我表弟他是美国的结构工程师的有牌照的，他把他介绍到台湾来，所以他是台湾结构工程师的算是奠基者了。他很多学会都是他成立的。那么那时候他就有一点呢居上的跟我讲，他说听说呢高雄佛教堂呢要被人家拆了，说佛光山要把它拆了。他说佛光山应该不至于那样的没有眼光了，像这种100年的建筑了，而且我舅舅是台湾的10大优秀建筑师啊，多次入围呢，不止1次啊，别人1次已经很难了。我告诉你，10个人中间呢，9个在台北，台北一直到鹅銮鼻就我舅舅一个。像这样子富有历史建筑意义的，对不对？你要把它拆掉，这简直是有一点这夸大了，夸张了。所以呢，我不便表现什么东西，但我看到我表弟那样的表情，我也很同情了。还好后来呢有了折中，就是拆了，不是把它拆掉，先移到旁边，等到建了完了再把它移进去。我说这也可以稍微弥补一点小的缺憾了。像义儒就曾经讲过，他说高雄女中对面那些100年的那个天主教的教堂好多他们绝对不会说是把它挖掉以后呢去建一个大楼，然后把这个天主教去弄进去的。你在英国到法国到德国都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台湾呢土地太狭窄了，所以佛光山这样做呢是一种呢方便的做法，也无不可啦。我个人是这样讲啦。我是希望每一个人将来到了这栋商业大楼的时候，能够想起来，来到这个地方是先到佛门的圣地了。要能够知道说呢，在以前上百年以前，有一位叫陈仁和建筑师，在台湾这种荒芜的土地上，曾经建了这样的一个教堂。那个是呢出类拔萃的，那个是呢别人那时候还没有教堂建成那个样子，绝无仅有。我就是开了风气之先，他值得后代的佛教徒永远来纪念他，永远来怀念他的，因为他是当代佛教的精英。而且呢，义祖才能开玩笑这样讲，他说
如果没有你舅舅也不会有林世民啊。他说也不会有我。我说这跟我有我没有我有什么关系？说最少你还写了佛教的精神与特色，影响了不少的人啊。这是义儒呢故意给我锦上添花了。但是对于太座他的这样的一番的苦心，我呢也心灵呢非常感谢他。太座，OK， 好，那老师你在跟陈仁和建筑师相处的时候，觉得陈仁和建筑师的个性是比较，比如说严谨吗？还是说比较随和吗？他其实个性是温和的很温和吗？但是日本人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坏习惯。怎么说？就是呢要对太太啦对儿子一定要凶巴巴的才能显示出大男人。对对对，这样子。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常常看到我舅妈呢有时候被我呢舅舅呢骂，有时候呢还给他送他一个巴掌。Oh my god！ 我爸也曾经送给我妈一个巴掌。这是那个时代那个风气，那个时代就是会这样子做。这个也影响到我。我刚结婚的时候整个桌子都翻了。是，我认为这是男人的气魄。教育很重要。可是呢我后来想到我妈就跟我讲了，可是你舅舅你爸以后都改了，信佛教都改了，那你为什么没有改？我阿公50岁信了佛教，我阿公更凶，他每次发脾气的时候，我舅舅他们都跟我舅妈都要跪在地上说，我多桑这爸爸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们错了。你看做爸爸很多威风啊。可是我阿公50岁信了佛教以后没有发过脾气。是，这种是佛教是有怎么样的感染力，能够让我爸爸我舅舅我阿公他们能够改正呢？这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现在当然也认为说佛教给我的影响太大，但是应该讲说我阿公跟我舅舅跟我爸爸他们能够改邪，不能说改邪归正了，能够从那个暴力，对不对？他对慢慢到最后的慈悲祥安详，这是佛教的无形中的力量。这是感化的力量，从大男人主义中解脱。对，但是我在我的回忆录里面提到这段，我都把它归罪于上一代的日本人大男人主义。那么我们台湾人呢，好的不学了，去学那个坏的。你没有看到的外省人，他们很疼太太的，对，你知道吗？是很好的。那个都好疼太太，跟台湾人呢，这一点呢，真的很差劲。真的，他对别人不敢凶，就对自己的妻子跟儿女凶。听起来很母汤。我的回忆录里面就提到，我爸跟我和解。是，你为什么和解？吵架？我大舅舅跟我表弟也有和解。我表弟还曾经被我陈仁和建筑师绑起来打训话。训话，还打了几拳。因为隔壁人来讲呢，说你儿子偷我们的钱呢，我舅舅就很气，其实冤枉的，你知道，我舅舅没有查清楚就把我表弟给绑起来了。你可见那时候的爸爸多糟糕啊！是。可是我舅舅信了佛教以后，变成了一个人了。我爸死了以后，我的舅舅不只是我的舅舅，他变成我的爸爸。一直到我上大学，我舅舅照顾我，我舅舅住在我们旁边，他给我精神的力量。是。这点我非常感激他。在他的那个告别式上，我还给他写了个对联，这意思是讲的如舅如父啊。就是像这样子，他真的是我的父亲。而且他呢常常呢偷偷的拿钱给我，不给我舅妈知道。是真疼啊。真的。好，我舅舅陈仁和建筑师呢，他生长那个时代，其实要养家活口也很难的，因为那时候台湾没有大楼，他可以说无用武之地了。他建的高雄佛教堂大概有3-4层楼高了，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了。当时的技术巅峰哦。不是，台湾那时候经济还没有复苏，还没有发达嘛，大家哪有钱去建？高雄最高就是日本人留下来的5层楼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没有人来要设计高的。我舅舅是这样子，那时候台湾慢慢建房子的时候，只要我舅舅给他盖章，台湾话叫起换厝，我不晓得这个应该怎么讲呢？起换厝，换厝就是说有时候建了一整排，一大排啦，对不对？那么大家都一样的
那么也不要什么技术，他们这些人不愿意去找人设计，就自己乱盖以后，然后请建筑师给他盖个章。我舅舅坚持不做这个工作，是这一点是他的坚持，我觉得就不容易了。我舅舅呢，他有6个小孩，2个读医学的，5个全部留学美国的。那你想想，他很穷了，真的。我舅舅呢，他真的是不容易了。他养育这6个小孩呢，5个中间呢是留学美国的。另外我的大表妹留台湾，她的英文也是1等1的。她是为了呢，就大家都出去了，她一个人留在台湾。因为我舅舅在台湾，为了照顾爸爸，他没有出去。所以我舅舅呢，他是一个坚持理想的人，他不贪污，不作弊，不作假。人家拿那个什么东西要来给他贿赂，他不干的。说叫他放水啊，他不肯。真的，老师你有看过？就是当然了，因为后来呢，他所设计的像很多的那个弊案啊，我舅舅设计的哦。弊案就是偷工减料。我舅舅都没有罪，因为我舅舅他弄完以后，在人家要那个灌水泥什么的，那以前他都有去拍照。你晓得那个建筑以前呢譬如说用3分的那个钢筋，有没有？验收完毕以后，他就把它换成1分的。偷工减料，整个都换掉了，偷梁换柱啊！真的偷梁换柱。我舅舅他的是呢，他不愿意呢接受贿赂，所以呢很多弊案他跟他都无关。是他完全无关，他都能够好。那么他能够设计的，像高雄商业学校那个林东干呢，是他的同班同学，所以他能够设计那个高雄雄商。像三信有没有？三信也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同班同学，所以能够像我同学这个竹屋商场在现在高雄，对不对？那么呢，也是我舅舅的同班同学。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他都做他同学，他们的同学都发财了，都是大富翁了。就我舅舅呢，他因为坚持他的原则，不愿意乱盖章去赚钱，不愿意把自己的牌照是借给人家。我爸也常讲我这2个执照如果借给人家用他比我的薪水高出10倍。赚这么多。那时候的建筑师少土木工程师少对不对？大家要建什么东西呢？对吧？可是有一种坏的习惯，就是要偷工减料。那么呢，你要怕惹事，你奉公守法，你就不要这样做。我舅舅一生没有任何的官司，就是因为他廉洁。最后我再提到我舅舅，他对于佛教的贡献，他呢设计了台湾第一座有特色的佛教堂，让大家的耳目一新。为什么？以前的佛寺呢，都看起来就是好像比较古老，可是他这个教堂呢，它融合了比如说伊斯兰教的、回教的、天主教的、基督教的跟佛教的，他呢各吸取他们的所长，变成了自己有特色的一个创作品。就是让你进到里面去的话，心里很舒服，很宽敞，没有任何的压力。我以前结婚就在这里面，在高雄佛教堂。高雄佛教堂对，我舅舅最后出殡的时候，告别式就在里面。我常想，我舅舅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在自己设计的高雄佛教堂，在那边呢，让大家给他瞻仰，给他送别，这不是有福气的人吗？对，在自己设计的建筑物里面也要出殡。而且每一年的佛诞节，为了让大家认识佛教，我舅舅自己做了很多的那个，譬如说大象，用那个竹子，用那个纸去把它扶起来，里面还呢能够点灯的，绕高雄市一圈，他每一年这样子做的。所以呢，他呢又介绍我到高雄佛教堂去讲经。当然这里面有高雄佛教堂那时候的董事长叫陈明，他那时候我在高雄弘法寺演讲在讲经讲金刚经那个陈敏他来那边听几次以后，他说你也到我那边来讲经吧。我就是跟他说你呢邀请我这个外甥来讲是对的。所以他们2个一答应了，我真正去那边讲了10年，在高雄佛教堂这要感谢我的舅舅，他呢自己深入了佛典，他呢是我佛学的导师。可是每一次我上课的时候，他都坐在底下做笔记。你像有这种舅舅吗？
真的，他常常开玩笑的这样讲。他说以前我小学跟国中的时代、高中的时代，我都这样讲，陈仁和是我的舅舅，大家都知道了啊。我舅舅陈仁和，我舅舅后来开玩笑这样讲，他说我现在都要跟人家这样讲，我是林世敏的舅舅，这样人家才认识我。我舅舅是多么客气，多么谦虚，多么慈悲呢？真的是不容易，让我觉得呢非常的感动。我舅舅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佛教界不可磨灭的人，真的，在那个时代，他感召了多少人来信佛教，一直到今天，今年是我舅舅的100年冥诞。成功大学有没有？成功大学建筑研究所，他们要为我舅舅呢，就是要办理全省的巡回展，过去已经举办过3次了。意犹未尽，今年还要再，而且他们说还要邀我去跟他讲话。是哦，对，所以呢，我认为说呢，我舅舅了，不止在建筑里面占有一席之地，而他在佛教里面，他对于提携后进也是功不可没。对，因为现今都依然还能看得到，时不时就会有陈仁和建筑师的作品展览，就是不管是他的展出他的手稿啊，这个可以说是晚来的肯定。在以前的时候，曾有一段子，大家呢都好像视若无睹了。老师他当时那个时候，就陈仁和建筑师还在的时候，老师会觉得说，陈仁和建筑师当时是很知名的建筑师吗？我那个时候呢，只觉得我舅舅呢，天天都在忙。他忙什么东西？忙着要养他6个小孩。他要忙着工作赚钱。对对，那时候我只这样想，因为画图呢，我一窍不通。现在是因为他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嘛，展示出我舅舅在画的那个图有没有？对，果菜市场啦、教堂啦，还有天主教堂啦，有好多有那个屠宰场的什么东西，好多那一系列作品，我才一看才知道，他们的评论现在不是我看不懂，还有什么评论？他们认为说我舅舅他有创意，对，创意，他在很多的地方啊，他突破很多的传统，没错，对不对？那么他在实用跟美观取得了平衡，对对，让那个业者是出钱要盖的人也能够省一点钱，而他设计的人也能够因为这样来抒发自己的理想，来实践自己的那种向往。了解。那这一点我是认为说，那时候我舅舅的厉害啊，我看不懂，我也不敢呢自意会了，就是不敢呢就插嘴了。对，我知道说，我有这个舅舅。好像不简单，他呢照顾我，启迪我，他是我的佛学老师。他在生活上，在我高一失去爸爸的时候，他是我的依靠。所以我认为说，他不只是属于佛教的，他也是属于我们家族的。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咯。是，好，那一样感谢林老师，谢谢。好，那我们下集再见。好，拜拜。